包括我自己其实很反感当今的高考制度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也跟学生们这么讲，我说你们认真想想，这其实就是一个游戏规则，因为没有办法用更好的游戏规则来挑人。那你要一比推荐信，天哪，那农村孩子怎么跟北京的孩子比？今天的高考制度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制度，但它相对来说是最公平的制度。比如说选美国，那家庭背景就起很大的作用在里面了。美国它是不纯靠这个高考成绩的，他们也有高考叫 SAT， 但那可能只占1/3甚至20%。那它有别的呢？要看简历，要看推荐信。那你要一比推荐信，天哪，那农村孩子怎么跟北京的孩子比？今天的高考制度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制度，但它相对来说是最公平的制度。至少农村的孩子家庭背景不好，可以通过刷题冲进好的学校，那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刷题了。但你有了那种努力的精神，你会受益终身。所以本质上我的理解，高考不是来选谁题答得对，而是选谁自控力更高、更愿意努力的孩子。人拥有更高的自控力，他一定将来他就会获得更大的成就。那棉花糖实验其实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60、70年代做的一个经典实验，6岁的孩子找了几十个，分别给他来，每人给一个棉花糖，每个人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，然后问他，你是要现在吃呢，还是愿意忍20分钟不吃？待会儿给你2个棉花糖。其实看的就是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，你是要现在立刻满足自己，还是愿意努力坚持20分钟？挺难受的，但是待会儿有个更大的结果。最后发现有的孩子忍不住，有的孩子忍住了。这个实验最牛的是什么？他们坚持了几十年，跟踪这些人最后在不同人生道路上的表现，然后最后发现当年那些能够忍住20分钟等到第2颗棉花糖的孩子，他们自控力更高，结果发现他们高考成绩也更高，毕业出来薪水更高，家庭还更幸福，身材还更好。而那些自控力差一点的，高考成绩低，然后薪水也低一些，然后还更容易肥胖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自控力跟成功跟幸福都是有紧密相关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，回到刚才讲的高考这个制度上来，本质上也许是在挑自控力更高的孩子。